被告人馬家爵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孙小果確實是沒有死，而且不僅沒有死，還出來了。大家好，我是瑞，歡迎打開 M2 檔案。咱們今兒要講的這個案子呀，相當炸裂。把馬家爵和孫小果判處死刑的那位鐵面判官，在多年後竟然和兩個兇徒殊途同歸了。他殘忍殺害女友，從審判席走到被告席，黑袍換囚服。而這起荒唐的殺人案啊，拔出蘿蔔帶出泥，牽扯出共享情婦、貪污腐敗、貪贓枉法，讓雲南省公檢法大半官員紛紛落馬，一舉將這個情婦反貪、子女炫富反貪給提高到了殺人反貪的新高度。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從萬人敬仰的道德標杆到令人不齒的階下囚，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免令人扼腕嘆息。下面啊，就讓我們來講講這個雲南法官殺人案。2019年9月下旬，雲南昆明的一處高檔小區，上午10點，早上遛彎的大爺大媽已經買完菜回家了。年輕人呢，該上學的上學，該上班的上班，因此小區內顯得十分安靜。直到一聲重物落地的巨響劃破了這片寧靜。由於落地的時候動靜太大，旁邊停着的幾輛車都響起了報警聲。有附近的居民好奇地探出頭查看，結果看見地上趴着一個短髮女子，身體四肢已經在巨大的衝擊力下扭曲變形，腦漿和鮮血濺了一地。被嚇得目瞪口呆的鄰居們趕緊報警，警察很快趕到事發小區，並且封鎖了現場。通過小区保安辨認以及查看監控得知，那位摔得血肉模糊的死者啊，是住在旁邊大樓2303號的住戶杨平。他在幾年前就入住了這處2室1廳的高級公寓。可就當警察前往2303號進行調查時，卻發現單身獨居的楊平家裡卻有個瘦瘦小小、髮量稀缺的中年男人。他自我介紹說是楊平的同事，跟他一起回來取一份文件。剛進門，杨平就說屋裡實在太熱了，要去陽台上吹風涼快涼快。結果就在他想要探出頭，想好好感受下之時，整個人失去平衡，往外一栽。由於事發過於突然，這位名叫刀文斌的男同事壓根來不及反應，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杨平墜下23層高樓。這個說法啊，聽起來實在太過牽強。刀文斌眼神中掩飾不住的慌亂，更是讓警方起疑。於是他們走到案發的陽台上進行查看，結果卻在外側的護欄上發現了不少指痕和抓痕，應該是死者在掉下去之前還經歷了一番掙扎。這跟刀文斌口中的突然意外墜樓不符。更無法解釋為什麼他會在旁邊見死不救呢？眼尖的警察呀，還從他無意中敞開的領口裡看到了幾處若隱若現的抓痕，似乎是女子的長指甲留下的。由於事情實在是可疑，辦案警察將刀文斌就帶走了問話。我从这里过去，看见公安局的人来抓人，看到一个男人被公安局的銬起来。进一步調查發現，刀文斌呢，的確和死者楊平都供職於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不過刀文斌是執行局副局長，而楊平是司法技術處副處長，兩人工作上的交集並不多，更別提他會跟着去楊平家裡拿文件了。而小區監控拍到，刀文斌頻繁出入楊平住大樓，有時一天出現好幾次，從深夜到凌晨都有。大概率啊，他們之間的深入交流不只局限在工作上。更令警方感到驚訝的是，在死者楊平的關聯賬戶上竟然有高達4000萬的不明來源巨款。而刀文斌的家中除了搜出大量現金，還有一把手槍以及上百發彈藥。看來這兩人背後啊，都藏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面對監控證據，刀文斌改口說他和楊平啊實際上是地下情人關係。因為這份見不得光的感情承受了巨大壓力，於是相約一起跳樓殉情來着。可就在楊平義無反顧地跳下去之後，刀文斌卻猶豫了。尤其是當他看見楊平摔在地上4分5裂的慘狀後啊，更是小腿肚子發軟，往陽台邊上挪不了一步。於是啊，他就在這 You jump, I no jump 的天人交戰中，等來了上來調查墜樓案的警察。坐在他對面的警察越聽越耳熟啊！相約共赴黃泉，女的死了，男的卻慫了沒死的情節，簡直就跟張國榮和梅艷芳出演的經典老片《胭脂扣》如出一轍。只是刀文斌和楊平這對人到中年的老鴛鴦，怎麼看都跟12少和如花不搭邊啊！
更別說是梁山伯與祝英台了。梳理了两人交往的時間線，刀文彬呢是小半年前才和老婆離婚的，而如他所說，两人是偷情4年以後相約殉情。这就不僅說明了刀文彬婚內出軌，而且還和自己的女同事搞在一起。但這2樣都是體制內官員的大忌呀，為什麼他會冒着前途盡毀的風險，主動來認下這樁性醜聞呢？警方認為啊，他很可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目的是要掩蓋更嚴重的罪行，比如說謀殺。在封鎖案發現場進行了又一番仔細取證之後，警方發現了更多的可疑痕跡，比如說地板上家具翻倒以後留下的划痕，牆角没能打掃乾淨的玻璃碎片，以及更多的抓痕和毛髮。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两人在坠楼之前啊，曾经发生過一場激烈的打鬥。隔壁鄰居也回憶說，那天他剛送完孫子上學回來之後呢，就聽見2303裡面傳來了一通乒乒乓乓的打雜聲音，之間啊還夾雜着鍋碗瓢盆的碎裂、女人的哭聲，以及一個男人刻意壓低了說話聲。這一番激烈的動靜發生幾分鐘之後，鄰居就聽到了楊平墜樓的巨響。警察又用了一個和楊平身高體重都一樣的人偶，在案發陽台上反覆拋下進行實驗，結果發現啊，如果只是單純的自由落體，那麼人偶落下的地點要比實際屍體的位置更靠近大樓。也就是說，楊平肯定是受到了一個往外推的力量。由於人偶在落地時受到的衝擊力非常大，有幾次實驗都被摔得4分5裂，但是沒有一次是楊平落地時候的姿勢。這一點也就坐實了他並不是失足墜樓。於是啊，警方還原了一個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案發經過。刀文彬和楊平在屋子中爆發了激烈的爭吵，發展到摔東西砸碗，從洞口到動手。氣頭上的刀文彬覺得对方簡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於是乾脆想要把情人給物理超度了。由於刀文彬自己身高不到1.7米，體型也比較瘦小，面對拼命掙扎的楊平，他並沒有絕對優勢，所以两人爭鬥了一段時間，屋裡一直打到了陽台，最終還是刀文彬略勝一籌，把楊平整個抱起來推出了23樓。這個時候啊，楊平已經是命懸一線了，想要抓住欄杆，結果卻被冷血的刀文彬用力一推，最終香消玉殞。但刀文彬卻死活不承認殺害了楊平，他說楊平是他的此生最愛啊，如果需要的話能為他去死，怎麼可能害他呢？眼看刀文彬如此的油鹽不進，警方也只能在楊平身上找找作案動機。結果啊，不查不知道，楊平這個看上去端莊大方的法院女處長，居然私下裡是一個公檢法3系高官中的共享情婦，而刀文彬啊，只是他眾多入幕之賓中很普通、很不起眼的一個。警方在案發的2303號公寓的購房記錄上，不僅看到了死者楊平的名字，還有另一個名叫趙立功的人。這處高檔小區的房價平均每平方米在19000元人民幣左右，楊平住的這個兩室一廳更是價值100萬，而他卻是全款拿下。這樣的手筆明顯和他每月在法院的4000元工資不符，所以這個跟他一起買房的趙立功很可能才是那個他背後一擲千金的金主爸爸。這個趙立功啊，的確來頭不小。他曾任雲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隊長、昆明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最後一路升到了雲南省公安廳副廳長。值得一提的是啊，趙立功這時其實已經因為貪污腐敗而被停职調查了，而他的老婆也不是楊平。那這些信息結合在一起，就不難得出一個貪官包養情婦、金屋藏嬌的推論。事實呢，也的確如此。別看趙立功在台上主持會議時一臉正氣，但私下裡啊，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色批。早在他還在雲南紅河州當公安局長的時候，就因為和女下屬偷情，被對方老公拍下視頻後舉報到州常委會，結果卻被他背後更大的後台硬生生給壓了下來，完全沒有影響到趙立功後來的官運亨通。而這個只手通天的後台到底是誰，咱們之後會細說。即使鬧出了這麼大的醜聞，趙立功依然不改好色本性。在一次接待過程中，看到當時妙齡18、容貌嬌俏的楊平時，馬上身子就縮了半邊，走不動道了。之後二人保持了10多年的情人關係，楊平也通過和他的這層關係啊，從一個中專都沒讀完的打雜臨時工，一路升到了法院副科長。趙立功還斥重金買下了案發的這處豪華公寓，金屋藏嬌。楊平也因此啊，直到40歲一直未婚，並且成為了幫助趙立功轉移贓款、洗錢的白手套。兩人在利益上深度綁定，這也解釋了楊平為什麼有着幾千萬的巨額存款。
杨平这些年啊，其實也沒閒着，除了應付趙立功這個大金主外，他還會不甘寂寞地搞點副業。從剛分配來工作實習的高大帥氣的男大學生，到50多歲的上司領導，可謂是口味多變，不拘一格。當然了，前者對於楊平來說，主要提供的是生理價值，而後者則更多的是職場便利和經濟價值。趙立功對楊平的態度呢，類似於你私下裡跑 Uber 啊，我不管，只要別影響我的專車使用就行。那麼刀文彬又是怎麼跟這倆人聯繫到一起的呢？根據警方掌握的信息，刀文彬啊是楊平众多地下情人中的一員。兩人勾搭在一起之後啊，刀文彬化身老舔狗，不僅為楊平買名牌包包、珠寶首飾，甚至還跟老婆離婚，想要娶她進門。楊平呢，當然是沒有答應求婚的，因為在他看來啊，他跟刀文彬的這關係就是我把你當提款機，你把我當升降機，咱們各取所需而已。因為刀文彬在得知楊平的老相好是省公安廳副廳長趙立功時啊，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嫉妒，不是生氣，而是我睡了楊平，趙廳長也睡了楊平，四舍五入，那我跟省级大員可不妥妥就是睡一個被窩的交情嗎？於是啊，他通過楊平向趙立功行賄，想讓自己的仕途更上一層樓。趙立功回憶說啊，1年多以前，楊平的確在他面前為刀文彬求過官。他當時說啊，這是他的一個遠房表哥，在法院工作多年，鬱鬱不得志，想要換個崗位。可是啊，您別忘了，趙立功自己就是搞刑偵出身的，又在官場混跡多年，早就察覺出楊平口中這表哥充滿了貓膩兒，這分明就是他的又一個情夫嘛。如果說先前趙立功可以對楊平的情人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麼這層窗戶紙一旦捅破，自然是怒火中燒啊！睡了我的女人，還想找我要好處。於是啊，他把這錢也收，但是不僅沒有提攜刀文彬，反而在他的調動上使了個絆子，把他從審判監督庭副庭長調任到了執行局去當副局長。表面上啊，這是個平級調動，但是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所謂執行局啊，其實都是在跟那些拒不執行法庭判決的老賴們打交道，不僅一點油水都撈不到，而且還常常兩頭受氣，吃力不討好。而更讓刀文彬感覺憋屈的是，隨着趙立功的鋃鐺入獄，跟他保持多年情人關係的楊平也受到了調查，自己通過楊平向趙立功行賄的事兒啊，遲早會東窗事發。警方後來呢，還原了楊平手機中的一段錄音，裡面正是他和刀文彬進行激烈的爭吵。刀文彬指責楊平不頂用，不僅沒能通過趙立功扶自己一把，還因為他的落馬牽連了自己，妥妥的偷雞不成18米。而楊平則反唇相譏，說刀文彬自己沒本事，還怪起了枕邊風吹得不夠好，真不是個男人。這倆人啊，說到氣頭上，楊平放出狠話，說現在3個人就是一條繩上的螞蚱，要死就一起死。有了這份關鍵的錄音證據，加上楊平指甲中的血跡和皮膚碎片與刀文彬的 DNA 相符，鐵證如山，刀文彬也不得不交代了殺害楊平的經過。據他所說啊，他一開始呢，的確是覺得自己仕途盡毀，妻離子散，於是有了想跟楊平一起殉情的想法。倆人還在楊平的公寓裡抱頭痛哭，山盟海誓，來世做夫妻。但是啊，真到了約定的那一天，兩人都覺得有點後悔啊。刀文彬覺得自己因為一個共享情婦搭上一條命，不免有點太虧了。而楊平卻在心裡打着自己的小算盤。最大的靠山趙立功已經倒了，他在劫難逃，此時唯有戴罪立功，才能給自己換得一線生機。而刀文彬呢，首當其衝的上了他的檢舉名單。只能說啊，這對野鴛鴦已經不是大難臨頭各自飛這麼簡單了，而是恨不得把對方往槍口上推呀。在爭吵的過程中呢，刀文彬發現楊平在偷偷的錄音留證，於是更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狠心的將他推出了23層高樓，並且還試圖造成自殺的假象。他這輩子呀，雖說見過不少大案要案，真到自己動手時卻紕路百出，在警察手裡走不了幾個回合就已經繳械投降。可如果把時間推回到2004年，在情婦口中幹啥啥不行，窩囊第1名的刀文彬，卻是個令犯罪分子膽寒的鐵面判官，初代律政界網紅明星法官，親手審理了馬加爵、孫小果等一系列全國聞名的大案要案。故事說到這兒啊，可能細心的朋友已經留意到了，刀文彬的這個姓氏非常特別。上一個能讓人記住的姓刀的人啊，可能還是《天龍八部》裡面段譽的親媽刀白鳳。
跟刀白鳳一樣，刀文彬也是一個出生在雲南的少數民族，只是他的家世很一般，父母都是學歷不高的普通工人。刀文彬呢，從小就非常聰明，成績名列前茅，而且在1987年順利考入了位於重慶的西南政法大學。不能否認啊，這裡面有他作為少數民族加分，以及雲南地區分數線相對較低的優勢。但是在高考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80年代，他能進入有司法部黃埔軍校之稱的全國首批重点大學，而且還就讀於非常熱門的法學系，的確算得上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小鎮做題家。一篇2020年發表在新浪網的報道中，記者採訪到了刀文彬當年的一位師弟，他回憶說，刀師兄雖說個頭不高，但是長相帥氣，身體倍兒棒，不僅會踢足球，還會彈吉他唱歌，講話風趣幽默，是系裡面公認的男神。也是有了這些魅力光環的加持，讓刀文彬在一次高校联誼舞會上和四川外國語學院的一位美女系花一見鍾情，兩人陷入了如膠似漆的熱戀。系花在畢業後追隨刀文彬去到雲南，並且在不久後結婚，成就了一段校園戀情終成正果的佳話。情場得意的刀文彬在職場上也是一帆風順。那個年头啊，大學生畢業之後國家包分配工作，刀文彬因為成績優異，加上重點大學重點專業，於是就被分配到了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刀文彬的師弟回憶說啊，那一年呢，政法大學畢業的雲南人一共23個，但是能夠進入中院的只有4個。刀文彬是唯一一個沒有家庭背景，全憑實力優中選優而入選的人。進入中院後，刀文彬踏實肯幹，工作能力強，最關鍵的是他還懷有嫉惡如仇的一腔熱血，天生就該吃法官的這碗飯。刀文彬就這樣一路平平穩穩地升到了副審判長的職位，然後在1998年，他面臨了職業生涯的最大挑戰，他接手了孫小果案。孫小果原名陳果，同時也是大熱電視劇《掃黑風暴》中大反派孫興的現實原型。在上個世紀末，他是昆明人談之色變的黑老大，帶着手下一幫小弟橫行霸道，欺男霸女，而且仰仗着自己母親和继父在政法系統的人脈和根基，黑白两道通吃，讓全城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甚至在当地有了白天小平馆，晚上小果馆的說法。而前者說的就是当时全国一把手邓小平。因為有这樣雄厚的保護伞，讓孫小果一次又一次地逃脫了法律的制裁。直到1998年，他和手下因為毆打、侵犯婦女，並導致多人重傷，實在是引起了公憤，這才被抓捕歸案，並提出了起訴。以當時孫小果的囂張氣焰，他的家庭地位，很多人都悲觀地認為，他這次可能就像之前一樣，去法庭轉一圈，意思意思就會被放出來了。可這次他遇到的是刀文彬這個刺頭。當時也才29歲的刀文彬，頂住了熟人說情、上司遞條子、金錢賄賂這3重壓力，認定孫小果故意傷害罪、強姦罪、猥褻婦女罪等多項罪名成立，數罪並罰，判處死刑。雖說這個死刑判的是大快人心，但是之後孫小果一家還是在多方運作和活動下，讓他在2審改判為死刑緩期執行，之後又改成了有期徒刑20年，最後在各種所謂的立功減刑的騷操作下，他在被關了12年後就給放了出來，繼續當他的黑老大，作威作福，魚肉相鄰，直到2019年才又因為重大刑事案件被捕，再次被判死刑，而這次終於得以執行。有關孫小果這個連死刑都殺不死的男人，以及他背後的複雜關係網，有機會的話，我們會在頻道的會員欄目做一期節目給大家細說。儘管孫小果在1998年那次並沒有死成，但是負責審判工作的刀文彬也因此第一次走進了大眾的視野。人們紛紛感慨，昆明終於出了一個敢為人民除害的正義法官。而真正讓刀文彬聞名全國的是2004年的馬加爵案。23歲的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因為玩牌和同學發生了口角，繼而痛下殺手，殘忍殺害了4人之後，將屍體藏於衣櫃，自己一路逃到了海南三亞，最終因為兜裡的錢全花光了，流落街頭，被一位的士司機認出後被捕。馬加爵隨後被押解回昆明受審，而主審這樁4屍命案的正是當時在中院風頭正勁的刀文彬。開庭前，被告方律師提出，現場發現的血跡和馬加爵的口供存在不符，懷疑是他案發時精神病發作，引發了記憶紊亂，要求法庭重新對他進行精神鑑定。但是這個要求被法官刀文彬以未能提供相關法律依據為由拒絕。你現在沒有
能夠反駁關於這個程序以及鑑定人資質這方面的證據向法庭提交的話，請尊重經過法庭執證的這份鑑定結論。失去了這最後一根稻草的辯方，很快在庭審上溃不成軍，僅僅只用了2天時間，刀文彬就判處马家爵故意殺人罪名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告人馬家爵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夺政治權利終身。這次重大案件的審理，讓刀文彬頓時成為了紅遍全國的明星法官。他在幾個月後接受了央視面對面節目的專訪，面对鏡頭，他侃侃而談，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作為法官，是法律忠實的支持者、維護者、執行者，執法必須依靠法律，違背了法律，你就不是法官。”一臉的正義凛然，簡直是要溢出屏幕。也是因為在馬家爵案件審理中的亮眼表現，2005年昆明中院還專門对刀文彬和他所屬的刑事審判第一庭進行了嘉獎。評語中寫道：“一審法院對法理、刑法條文的深刻理解，為今後昆明市2級法院審理類似案件具有程序和實體上的指導意義。”只能說啊，在那幾年，刀文彬在事業上可謂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啊。不少同行都認為他的下一步很有可能是從政，從市里走到省里，最後走向中央。畢竟西南3省可是出了好幾位政法王的，算得上是一塊風水寶地。但之後在刀文彬身上發生的事兒啊，卻說得上是物极必反了。其實可能有朋友已經看出来了，刀文彬呢，其實是一個既主觀又情緒化，在判案上存在巨大硬伤的法官。無論是孫小果還是馬家爵，刀文彬在開庭前就已經把自己放到了一個法律的正方，帶着一個要嚴懲兇徒的執念，和控方檢察官一起對被告及其律師重拳出擊。雖說這在很多民眾眼中是大快人心，但是卻失去了法律本該有的公平和公正。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法官需要做到的是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權衡人證物證，然後再進行判罚。西方國家的法院门口通常会有一尊正義女神的雕像，她蒙上雙眼，手持利剑和天平。而刀文彬作為一個法官，利剑是有了，但是心裡的天平從一開始就是傾斜的。尤其是他拒絕馬家爵的律師提出的2次精神測試要求，更是直接剝奪了被告尋求公平判決的基本權利。不過刀文彬自己肯定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因為在馬家爵一案一舉成名之後，他反而還變本加厲了。2020年《新京報》的一篇專題文章中，記者曾經走訪過幾位跟刀文彬打過交道的律師，結果所有人對他的評價就只有2個字：霸道。一位律師回憶說，在一次庭審的過程中，他剛要開口對控方的證据提出質疑，結果就被主審法官刀文彬粗暴地打斷：“你早不問晚不問，現在問，之前睡着了嗎？”我就發現有問題，我就提出來，直接外和我的公訴人回答我提出的證據的問題。刀文彬那句：“你前面睡着了？”反正这是不屑一顧的。而在之後啊，刀文彬更是反复質疑辯方律師的提問，嗆得對方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才是控方這邊的檢察官。最後啊，氣得辯方律師忍不住回懟：“你如果不想聽律師的話，那你就乾脆直接判好了。”這位律師啊，有幾十年的資歷，還是雲南本地人。刀文彬見他動怒，終於還是賣了幾分薄面，不再說話，這才能讓庭審進行下去。而面對那些外地來的律師，刀文彬就是一點都不客氣了。一位湖南來的律師曾經因為說話有口音而被他當庭羞辱，說：“不要說了，反正我也聽不懂，你呀，回去寫個辯護詞再來吧。”還有不少律師啊，則是因為着裝而被他刁難的。一般來說啊，大陸法庭对於律師的要求呢是正裝出庭，佩戴律師徽章即可。但是刀文彬的庭審則要求律師必須要穿律師袍，不穿就不開庭。以至於很多律師在去中院出庭的時候，都會在包裡備上一套律師袍，怕的就是遇上刀文彬。他跟律師那個開庭的時候啊，穿那個綠袍啊，他還比較寬鬆。如果律師是穿便裝去的話，我都是受他的影響，一次開庭我都是把綠袍帶上。刀文彬的這些行為呢，說好聽點是說一不二，鐵面無私；說難聽點啊，那就是飛揚跋扈，拿着手裡的權力當令箭，還真把自己當成上斬昏君、下斬惡霸的包龍圖了。得意忘形、徹底抖起來的他呀，後來更是不局限於僅僅為難辯方律師了，自己的下屬、評級，甚至是他的上司都不放在眼裡。用當地的話來說啊，那就是拽得人五人六的。
可是他沒想到的是作為一個普通家庭出來的小鎮做題家，沒有根基和人脈，性格又偏激而不懂圓滑，這些都是官場為人處事的大忌。而他僅憑1、2個案件帶來的輿論熱度，像是一盤散沙，都不用風吹，走一走就散了。2009年，已經當了5年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庭副庭長的刀文彬被調到昆明市五華區法院擔任副院長。雖說這2個職位呢在級別上是一樣的，但是從市一級給調到了區一級，就多少有點下派的意思在裡頭了。剛開始刀文彬還以為這是上級在幫他豐富工作履歷呢，為之後的升遷做準備。可是沒想到一幹就原地踏步了5、6年，這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這是得罪人了，被邊緣化了。於是開始托關係、送紅包，各種操作，終於是把自己調回了中院。結果去的卻是審判監督庭當副庭長，跟調任前的刑事審判第1庭比起來，完全就是個冷衙門裡的副職。更讓他感覺到不平衡的是調來調去這麼一番折騰，當年自己在中院的那些同事甚至下屬都爬到自己頭上了，而他年近50，卻依然是個正科級，大概率就會在這個級別上退休了。仕途鬱鬱不得志的同時刀文彬的婚姻也出了問題。當年為了愛情義無反顧跟隨他的戲花老婆，通過出色的能力和處事手段成為了外企高管，而家裡這個失去了耀眼光環、有點混吃等死的老公，對他來說就多少有點雞肋。在刀文彬犯事後有匿名同事爆料說，他跟老婆長期以來是各玩各的，准你州官放火，也许我百姓點燈。當然，這一傳言並沒有得到實錘，但通過刀文彬後來調回中院，老婆卻沒跟他一起，反而是選擇了2地分居，大概可以猜到2人的關係的確算不上是琴瑟和鳴。就在家庭事業雙受挫的時候，中院技術處副處長杨平成為了刀文彬重振男人雄風、拾回信心的重要載體。根據刀文彬的交代他是在一次部門聯誼中認識了比自己年輕10歲的杨平。他長相漂亮，性格溫柔，關鍵是他對刀文彬当年判馬加爵孫小果的硬漢往事如數家珍，這讓刀文彬心中十分受用。於是2人一來二去就搞在了一起。刀文彬甚至還為他跟老婆離了婚，多少有那麼點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意味。不過就像先前講到的，刀文彬想的是生命诚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升官故，兩者皆可拋只是他沒想到想通過共享情婦這方式往上爬，完全就是痴人說夢。看上去溫柔而善解人意的楊平，其實根本不像他一開始說的那樣對刀文彬是崇拜傾慕，而是打心底裡看不起他這個沒用的糟老頭子。刀文彬自以為是杨平桌上待客的茶壺，殊不知在人家心裡他就是個夜壺。那既然是夜壺，刀文彬自然不會和楊平一起玉碎於是就有了視頻開頭的血案發生。可令人沒想到的是刀文彬殺人伏法居然還不是這個故事的結束，而是案中案、府中府、雲南官場一系列套娃式貪腐的冰山一角。2020年10月22日，刀文彬殺人案還未正式結案，負責審理這起案件的法官，雲南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陳昌主動投案自首，交代了自己收受贿赂、非法獲利400多萬的罪行。案子還沒判，法官先進去了，這個反轉簡直讓人看得目瞪口呆。媒體也很快爆出，向陳昌行贿的那間開爾科技有限公司表面上是為了各大單位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技術服務，但客戶基本上就是雲南省各级政府部門，尤其是公檢法这3家，早都被這公司壟斷了。這麼一間所謂的提供技術服務的公司，財務報表上卻顯示公司每年的支出主要就是營銷費，主要的員工也都是營銷人員，還有一個名叫資金儲備卡的專門賬戶，每筆支出從幾十到幾百萬不等，一看就是滿滿的藏着貓膩。開爾公司的老總鄭少峰在2020年8月涉嫌嚴重違法被捕後，為求自保，交出了多年以來的行贿記錄，上面密密麻麻的有100多名公職人員的名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公司從最開始的5000發展到現在的年銷售額2億元，其中的秘訣就是向領導行贿。送錢是不是就可以把一些領導擺平？送錢一些領導就同意讓你做一些項目。比如說那個陳昌，在接受了400萬賄賂之後，便利用職權把6000多萬的項目簽給了開爾公司，
的確算得上是以小博大。鄭少峰行贿的事暴露之後啊，深知難逃法网的陳昌就選擇主動投案，豁出一張老臉不要，也要換自己少坐幾年大牢。不僅如此啊，他還供出了自己曾经的副手楚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应书，後者也很快以貪赃枉法被捕。這俩人再加上因為殺人罪在等待審判的刀文彬，以及和刀文彬共享一個情妇的趙立功啊，4個人剛好能在牢裡湊一桌麻將。也有人認為啊，這次雲南官場的大地震算起來在2014年就已經出現了苗頭。這麼說是因為當時雲南省副省長沈培平、前省委書記白恩培相繼被拿下，而白恩培一手提拔的继任省委書记秦光榮也受到牽连，被免去職務之後還在2018年被退休。而秦光榮就被認為是趙立功的最大後台，他不僅一手抹平了趙立功當年那起睡了下屬人妻的性醜聞，還一路提拔他進入省公安廳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從白恩培、秦光榮、趙立功再到陳昌，這些人啊，其實就像是一串多米諾骨牌一樣，只要倒下了一個，就會倒下一大片。而刀文彬呢，也不過是這個龐大貪腐網絡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不管他殺不殺楊平，恐怕都難逃牢獄之災。正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啊！因為雲南公检法系統的這次大變動，刀文彬的審判日期一拖再拖，到2023年1月，雲南省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刀文彬故意殺人罪、私藏槍支罪、行贿罪、掩蓋和隱藏非法所得罪成立，數罪並罰，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同年6月，雲南省高級法院下達刑事裁定書，終審維持原判。此時啊，距離刀文彬對採訪記者說出那句"違背了法律，你就不是法官"也過去了整整19年。縱觀他這一生，從一個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寒門貴子，到懷揣一腔熱血、鐵面無私、剛正不阿的法官，再到將情婦一把推下23層高樓的殺人狂徒，與其說是屠龍少年終成惡龍，還不如說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凝視深淵時，最終被深淵中的黑暗力量一點點的吞噬。感謝收看 M2 檔案，咱們呢，下期再見。